各位，郑丽文呐是真疯了呀！这是要跟解放军决战的路上这个一去不回头了，朋友们。这个郑丽文呢提出了比民进党还激进的无人机方案，要用铺天盖地的无人机。问题是那也都是华强北的配件组装的吧？要用这个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体系呀！看到韩国瑜来美国以后的风光也着急了吧？国民党版的无人机条例定稿，郑丽文已核准，额度达到了2300亿台币，高于民进党的版本。好吧，这个国民党制定的这个版本呢，已经完成了所谓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与采购条例已经经过党主席郑丽文审核同意在这个预算编制模式上，它比民进党还要激进。预算额度方面，国民党拟定的资金上限初步锁定在2300亿新台币，整体的规模高出民进党的2100亿的标准。那看这个预算情况呀，那就是看到韩国瑜窜访美国如此的风光，那有人说那郑大嘴是现在羡慕嫉妒恨吧，有些心理落差你看我提出的这个无人机版本怎么样啊？是不是那个讨好美国政客那是不是还想跟韩国瑜争一争2028呢？朋友们，那肯定是有这个想法针对于郑丽文批准的无人机草案，卢秀燕明确表态，大力支持国民党的无人机方案。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以小博大，功效显著他说台湾应借此契机打造继半导体之后的下一座护国神山。在这个跟解放军决战方面，卢秀燕和郑丽文这对老冤家终于站到一块了。卢秀燕说支持国民党的无人机条例两大理由。首先，基于防务自主精神，从俄乌冲突等战事来看，无人机发挥了极大的战略功效，台湾迫切需要发展相关的战力其次呢，全球激烈争夺无人机产业赛道，台湾具备相应的条件与机会是吧好吧。这样看来的话，朋友们郑丽文和卢秀燕还有俞北辰大将军有什么两样呢？无人机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连陆妈妈都知道。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很多人说以前好像没有很厉害，对，为什么现在变得很厉害？不是我跟你讲，我到嘉义无人机国家队去参观去那边参观，那边的厂商进驻跟我讲一件事，以前不是不会做，对，是以前没有市场。无人机以前就会做，只是以前没有人要买这么多。现在到4月，我们卖了多少架无人机？多少？4月而已18万架，才第一季，对，18万架。那未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1个月10万架，一个月10万架还不够大家买。哇！现在欧美抢翻了，还不但要抢，他还想自己做可是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都在我们这，叫做2个字：飞鸿。多国家脱掉了中国的零件，他不会做。对不起，台湾都会。对，所以大家知道了吧？现在无人机必须要第一个条件叫飞鸿供应链。对，台湾有。台湾有晶片，台湾有。对，所以这一点让他们非常害怕。那你看到很多人在问那个很蠢的问题：为什么无人机要买这么多架？20万架、10万架？对，我告诉大家，无人机。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飞机来看，你要把它当弹药，把它当飞机飞出去之后不会，它盘旋的时间非常久，它不会回来了。对，
它不会回来了，它就直接攻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会飞、长眼睛、会转弯、会制空、会听你命令的弹药，你想想看，它是一枚弹药。对，那有一种不是弹药，像 MQ9，它叫大脑跟眼睛，所以无人机有分哦，无人机有分大脑哦。有分眼睛哦，有分弹药哦，它是有头脑、有思考、有铁拳的，所以无人机就是这么重要。下一个护国神山，我们1个月目标一定要达到10万架的产能。为什么？因为供不应求，太多人要了。这次光是波兰军队想要用台湾的无人机，不止波兰共同生产，德国、捷克也想要。我要告诉大家，大家也想要。光是这一次的特展在展览场就卖了5000万美元。所以你看，我们有攻有守，乌克兰需要反击对方据点，然后以色列需要抵御这个无人机的攻击，同时跟日本会跟我们有情资的共享，如果它也爆发战争的话，所以日本正在跟我们合作，一些好，未来大家慢慢知道。我简单讲啊，我们跟日本在开发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跟战略游戏一样啊。现在我们跟日本合作是怎么开 ？AI 开，用 AI 开。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大量自动智慧侦测啊，然后去对抗那种对方这种狂轰滥炸。因为我们预期的未来的那种战场画面，我们说这个叫地狱画面，就是他们无人机先来一波把海滩打不见，打不见之后再有渡船登岸的抢滩的这个过程。但是呢，他们第一波如果过不来，后面就是白讲的。台湾呢？台湾已经做了，比如说这一款飞弹，这个叫梭宇500，你知道它的叫什么吗？它叫做阳春型的我们讲战斧飞弹，它的成本大概只要战斧飞弹的1/10，但是来咯，它也是乐高积木，也是用组装的，只要你有10个，我们可以做出梭宇500。对，而且它的威力可以堪比战斧飞弹，当然它射程没那么长。但是我跟你讲，打到中国绝对没问题啊，500公里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看到这，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么小一个？就大概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我们2个在那边弄一弄，就可以把它弄起来了。我们2个学一学，就可以把它组装起来了。所以他们在想说，现在是已经跟台湾签备忘录了，跟我们的中科院，就是未来会在台湾大量的量产跟部署。但我跟你讲，这可怕在哪里？你做我们讲5万个就好了。5万个中国就吓到头皮发麻了，因为5万个你知道等于大概我们讲的大概500个左右的战斧飞弹的左右，搞不好它的制造难度还比它简单很多。但是问题是呢，它就可以发挥它的效益。再来，它比战斧飞弹好。对，好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需要打到洲际或者是打到巡弋这么长程，我们只要是打到对面就好了。来，因为它的系统整个是开放式的，记得吗？我们说它是乐高，所以它的电脑模组随时可以换。我就今天呢喜欢换 A 就换 A， 换 B 型就换 B 型，换 C 型就换 C 型。我装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科技，因为现在美国国防工业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电脑化来不及，对，它根本不用。它马上就可以换最新的 AI 迭代，我直接把它换进去。来，你看这就是它的软体，因为它的软体还会跟线上游戏一样可以不断的 update。比如说呢，我要什么样的软体，怎么样的硬体驱动，我都可以协同作战。我这就是协同作战。对，我要它自主作战，它的自主作战；我要进行防御，它就防御。所以代表说，它变得像是一个游荡弹药，随时可以在空中的进行狙杀。对，它真的厉害在这边嘛。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他们宣传雄2、雄3所谓航母杀手，企图构建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进行饱和攻击。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好吧，让这些井底之蛙看看中国的无人机体系是啥样的吧。瞧瞧中国的民营公司的反无人机体系。是关中王来了。近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东南沿海某地开展某型无人机的实飞训练。训练期间呢，无人机完成了复杂电磁环境下多重对抗训练，检验部队实战化水平。我现在正在东南沿海某地，在我身后，某型无人机已完成飞行状态确认，即将点火起飞。一场无人机实飞训练即将展开。起飞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发现目标，就。方舱内，侦测员实时记录无人机参数情况，侦寻跟踪重要信号。场地外，气象预报员查看温度湿度变化，为无人机飞行保驾护航。每一项
这个参数数据都会上报到指挥员那儿进行统一的确认，还有主副操作手进行相互确认。只有这个3方确认了之后，我们这个无人机才能确保它起飞。在沿海地区呢，电磁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无人机在空中的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高度，可能对无人机的数据的传输都是有不同影响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经过很多次的这个飞行的经验呢，来判断我们选取一个合适的飞行航线。此次无人机实飞训练包含无人飞行、电磁信号互为条件对抗训练等内容。随着无人机打开回收伞完成降落，标志着本次实飞训练就此完成。每一次的无人机放飞，就好像是自己的小孩出去上学。那每一次我们飞机回收过后在取得的成绩梳理过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2016年毕业以来，杨洋已经在无人机领域钻研了9年。从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可以协调指挥各个专业完成训练任务，把每一次无人机飞行都当作首次飞行来看待，这是他对大家的要求。下一步重点要针对我们作战对手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通联规律的一个研究，包括对手的装备的性能、通信的规律、战法的一些运用，进一步提高我们任务操作手对信号的捕获能力。大伙儿听出来了吗？这是解放军的电子战无人机，你看那上面还有一个小圆盘呢，就跟那个预警机似的，干扰对手的无人机，操控无人机的通讯。电子战无人机，这是。再看看解放军的无人机攻击体系吧。一只蜜蜂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钢铁蜂群在天空悄然集结，它们将化作什么样的战斗力呢？眼前的这套由蜂群2号陆战车、指控车、保障车共同构成的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就是集群智慧理念的落地成果。在前方的打击区呢，我们分别设置了3个外形相似的靶标。今天蜂群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打击其中的指控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需要完成协同侦察、自主打击，效果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蜂群2号陆战车已经部署完毕，顶部的发射盖呢也已经打开了。我们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自主识别到指控车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自主打击任务。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第一视角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锁定目标，并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看一下能否打中。蜂群2号陆战车采用3秒1发的间隔机制，通过时间差，让每架无人机保有安全的飞行空间。同时，蜂群无人机的发射种类和顺序还能根据作战需求灵活配置。要先探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要先压制敌人，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射攻击无人机，精准适配多种作战场景。上方这些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风控的任务，中间这几架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搜索以及圆环跟踪任务。下面这个圆环集结的无人机是我们无人机蜂群的一个后备队。当我们无人机被摧毁，或者我们要进行任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前往进行一个实时的补位。那些台独的井底绿蛙们啊，妄图用这个
华强北的零件攒起来的无人机对抗中国解放军成体系的无人机的装备，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啊！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郑丽文和这些绿营的这些妄人们还有什么区别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